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这一周大家过得还好吧？今天我们继续学习，请大家翻开广论340页第3行，请看原文。集论于事边际开说如所有性及尽所有性之二，由是如前寂静论师所说，止观皆有缘取如所有性、尽所有性二者。那么解释一下，就是由于集论呢提到了事边际这个所缘，事边际这个所缘有如所有性、尽所有性的两种，因此呢，如同寂静论师前面所说的，止观个别都有缘着如所有性与尽所有性的两种，有缘着如所有性的止，也有缘着尽所有性的止。同样的呢，有缘着如所有性的观，也有缘着尽所有性的观。接着呢，我们再看原文，说是故止观非就所缘境相而分，既有通达空性之止，亦有不达空性之观。解释一下呢，因为集论、寂静论师都这么说，所以呢，止观二者并非是从所缘境的角度来区分的，不能说呢，因为缘着什么境就一定是止，而因为缘着什么境呢，就一定是观，不能从所缘境的角度来区分止观的这个差别。所以呢，寂止不一定呢没有通达空性，有通达空性的寂止，胜观不一定呢就通达空性，也有呢还没有通达空性的胜观。那么既然不能从境上去区别止观，所缘境上去区别，那么止观应该从何处区分呢？有答案吗？就请看下文。说若能止心于外境转，住内所缘，故名寂止；增上观照，故名胜观。看看已经解释了，说其中呢，由于止息了内心奔驰于外境的这个力量，就是他已经把奔驰于外境的力量止息了，止心于外境转，这个转就是一直随着外境的跟着这样绕，这个转动已经停了。那么呢，而向内安住于所缘，从外境止了之后，是不是就没所缘了呢？不是这样的，他的所缘转向内了，然后住内所缘，安住于内，向内安住所缘，因此呢，就名为寂止。那么胜观呢？胜观的梵文音译就是比波舍那，胜呢有殊胜增上的意思，观呢也有看见的意思，是以更深入的方式去观察所缘。由于呢超胜、殊胜的关键，因此呢就是被称为名为胜观。这呢是大师解释为什么会命名为寂止与胜观的原因。接着看宗大师呢举了一个他宗的想法，那么这个他宗的想法是什么呢？那继续看原文，你们有找到行吧？有看书。有说内心无分别住，无有明了之明分立，说明为止；有明分立，说明为观。那么现在就是有人说了，有人说什么呢？说有人承许内心无分别而安住，没有明了清晰的那一份力量，这就是寂止了。然后具有清晰的那一份力量就是胜观了。有人的看法是这样，注意无有明了之明分立，
就是无有明了之明分立。这句话出现了两个什么呀？两个明，无有明了，还有知明分，出现了两个明。那么第一个明呢，就是无有明了的明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的明了呢，它不是明明白白的意思，它是指心识。那么第二个明呢，明分立的明呢，是明晰的意思。明分呢，就是清晰的那一分。注意，清晰的、明晰的那一分。然后接着是呢，有明分立，请注意，明分后面有个什么字啊？对，力量的力。说心识呢，已经不单单是明晰清晰而已，而且要具有更明晰的这个力量，要明晰而有力。然后这个他宗呢，就认为说，就有人就这样认为说呢，同样都是内心无分别而安住，没有明分立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指有明分立呢，就是观了。所以他把止观的界限分成是哪儿了呢？就是从有明分立和没有明分立。没有明分立是什么呀？是指有明分立就是观。所以他从明分立这个地方画了一条线。那么这样的说法有亲近传承吗？宗大师会承许这样的说法吗？很显然，大师不承许，所以大师就破斥了这样的想法。大家可以接着向下看原文，注意，找到书看。此不应理，有找到吧？此不应理，此不应理，已与佛经及慈尊无着之论，并修次第等诸广抉择直观相者，说于所缘心一净性胜三摩地名什摩他，与所知一正简则会名比波舍那，结相违故。宗大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直接说这个他宗的说法并不合理，就是词不应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和佛经还有少圣慈尊的论点，还有无着菩萨的论点，还有修次第论等等这个教典全是相违的。在这些经论中呢，有广泛的抉择直观的定义。所以宗大师不是说我是这样讲的，而是说佛菩萨是这样讲。佛菩萨的经论中没有这样说。那么经论中到底是怎么说的呢？到底什么是指，什么是观？它们中间的那条线到底又是什么呢？那么其中如果提到指的话，一心专注于所缘的三摩地，就是奢摩他，对吧？那么于所缘心一净性，就是指一心专注于所缘上，这很显然就是奢摩他的定义。那么呢，什么是观呢？提到观了，什么是观？说正确的分辨所知内涵的智慧，就是比波舍那。正简则就是正确的这个分辨。那么这样看完了这两段之后呢，很显然他宗对于止观的安立的方式与上述的经论相违。因为呢，在佛经弥勒菩萨的论点啊，还有无着菩萨的论点，还有莲花戒论时所造的修次第论，这些论点经论当中呢，都没有看过那个他宗的说法，都不是从有没有明分立来区别止和观的这个差别，而是从什么区别的？而是从一心专注于所缘的三摩地，就是摩他。那么正确的分辨所知的内涵的智慧是比波舍那。有没有清楚一点呢？好，我们接着再看原文，说特于无分别心
有无明了之明分立者，是因三摩地有无沉默之差别，以此为止观之差别，极不应理。一切奢摩他定结虚离尘，凡离沉默三摩地中，心结定有明净分故。那么我们解释一下这段的话，就说由七无分别心是否具有明了清晰的那一分的力量，这不是止观的差别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三摩地有没有沉默的差别。如果呢有沉默，一定就没有明分力；没有沉默呢，才会有明分力。然后有人呢讲有没有明分力作为止观的差别，认为呢没有明分力就是止，有明分力呢就是观。很显然这样的想法是不合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奢摩他必须都要远离沉默，而一切远离沉默的三摩地呢，它都必须具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内心澄明的那一分的缘故。那么什么是沉默？所谓沉默呢，就是心，注意啊，就是心无法清晰有力的显现静。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我现在在修止的话，如果比如说我观想一朵花，可是呢这朵花在我的意功相里边不清晰也没有力，就是这种状态，这是呢沉默。所以沉默就是心无法清晰有力的显现静。然后还有分呢细微的沉默的时候呢，就是心虽然可以明显的看到，就是可以看到这朵花，但是呢却有一种松散的感觉，松散。那么奢摩他呢，不只是呢心要明晰的显现静，还要能够注意我的词，抓紧这个静，抓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像磁铁牢牢的吸住铁一样，所以它心跟的所缘境是非常紧的。那么奢摩他和比波舍那显现静的时候呢，它俩的共性都是明了不散乱，远离沉默。那么止观的差别在于什么？就是一者是，注意，一者是什么？安住的作用，这是止，对不对？安住的作用。那么另一者是什么？是观察的作用。所以呢，止观呢是从什么地方画一条线？有没有听清？是从作用上画了一条线。那么奢摩他是做什么用的？是安住，让我们的心安住于内所缘。那么比波舍那是做什么的？是观察的，对吧？是观察的作用。所以它是从作用上来区分什么是止，什么是观，绝对不是从有没有明分力然后来区别的。所以有没有明分力可不可以区分止与观啊？有没有明分力是无法区别止与观的。他宗的这样的说法呢，有没有经论依据？完全没有经论依据。能不能照着修行？绝对不可以照着修行。所以呢，学经论对于我们重不重要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就像眼目一样，像眼睛一样，有了清晰正确的知见，在这样的知见下呢，指导，然后我们修定或修慧持戒，然后才能真正的承办解脱老死的理想。所以啊，学到此处要感恩佛菩萨对我们的深恩啊，在经论中一再的为我们指示何者是正确的解脱之道，何者是错谬的修行之道。所以这对于修行者来说，对于就是我们自诩我们是修行者，对，我们要处理呀，是何等的珍贵呀。所以捧读这样的一个清晰明确的关于止观的教授，希望大家能够心生欢喜，
然后不要觉得难，只要耐心的，不要着急的，一遍一遍的学下去，我们就会对止观章会学到非常的熟练。然后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下周见。